Hello， 各位球友，羽毛球快要變成貴族運動了，越來越貴。天然的羽毛球一桶都要上千塊，像我最常打的藍蓋，一桶大概1000出頭。那其實各家廠商就會因此就推出了自己更實惠、更耐打的黑科技碳鷹。好，我們今天這集呢，我們就要對比勝利碳鷹球1代、2代還有3代。在飛行上、在旋轉上和耐用度上的差別，在外觀上，2代跟1代，它最明顯的差別就是在它的毛葉是不一樣的，它會有打上3個氣孔，在毛葉上做了些調整，讓它的尾速上不會過快。3代它的外觀上跟2代，你基本上在一般距離下，你根本看不出來差別，但是它的毛葉又在更進化，它在上面上了一個膜，看起来這邊看起來就是亮亮的。然後另外呢，就是它有做樹脂槽的強化，底部根部的這個結構更穩定。理論上來說，它會是更耐用。那我們接下來呢，我們就實際的去測試每一款球它的旋轉、飛行以及它的耐用程度。這是我們頻道6週年的紀念股。現在開放預購中。第一個測試的就是它的球到底轉不轉。它比較沒有那麼容易轉動。換2代，去3代更接近天然球的感觉，比较接近，然後它會整個這樣翻的感覺。盡可能保持同樣擊球點和力道下，新碳鷹球比較會飛，飛行距離長。新碳鷹球 Pro 和新碳鷹球 Max 飛行距離則差不多。新碳鷹球感覺稍重 ，Pro 和 Max 則非常相似。接下來我們測試長球，2、3、4、24、25 ，Pro 2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24。25，第3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24、25。首先是這個1代的，对，這邊有稍微有點縮起來一點點，然後刺刺的感覺，這邊骨架上其實沒有太大的一個變化。稍微有縮起來的地方，大概是這邊。2代的話，這邊有沒有有一點點毛掉的感覺？這個毛這邊刺刺的，稍微有一點點分離的感覺。正面看起來是這樣，然後毛縮掉的地方也有一小部分，像這邊，你們看得出來嗎？再來是3代，等等，這邊有稍微一點點，這邊有沒有？哇，50顆打下來，完好無缺。接下來我們前往大龍隊，給球友實際測試新碳鷹球 Pro 和 Max 的打感。我們現在就來訪問剛剛第一組試打者一平，因為我之前有打過2代，我覺得打起來有熟悉的感覺，這個有點回到我之前打2代的時候的感覺。因為我們最近一直在換球，各種球都在打，羽毛都比較脆啊，不然就是球的变化就是很大。其實我覺得還 OK， 但第一球可能沒辦法掌握，但是第2球之後大家打順了，就也還蠻 OK 的。然後之前可能會覺得塑膠球会不會飛超快，可是我覺得它的羽毛的那種飛行感以及可以接受。3代比较像是天然球的感觉，我覺得2代就有。对一平的感想就是，它跟
二代很像，而且也不會太快。对，没有傳統塑膠球的既定印象。我自己其實不是很喜歡用探陰球，但是以前打的經驗就是覺得探陰球就是悶悶的，然後球速很難控制，然後基本上就是打起來的那種球感就不是自己想要的。但是這一次打的這一顆，其實比以前的就是打的都還要再更接近平常在打的球感，不敢說完全一樣，但是就是已經覺得越來越相似了。但是還是打起來還是有點悶悶的感觉，就是那个打出去的那個感覺還是會悶住。但我覺得其實跟以前的，就是我自己印象中的探陰球打起來，其實我覺得他進步蠻多了。你之前有打過二代或是一代嗎？其實我之前沒有特別知道哪一代，但是我之前就是打，反正就是會感覺比較快一些。對。今天打起來就是跟你剛剛前天打天籃球感覺是差不多的。對，就其實比較不會奧賽啦，因為以前就是隨便打，然後你就覺得那個球是飄飄的，不然不是飄，不然就是那個球速很難掌握。對，然後這一次打就是越來越接近天打。因為我有打過第二代，第二代的球速比較快，那第三代的球速相對起來比較穩一點，也不會說那麼快減速。二代的球通常重切一顆就斷毛了，那三代的話其實算相對起來比較耐，然後速度也比較 OK 一點。所以三代跟天籃球就比較像。對，比較偏向一點的，它跟一般的羽毛球。聲音好大，爆響，覺得頭真的有比較重，但是是可以 control 的，就是可以控制的。其他方面我覺得跟真實的球基本上沒有什麼差異。殺球。對，都還是蠻 OK 的哦，都還不錯，真的都很好。唯一就是說聲音很大聲，讓我很 shock。擊球的點感覺就是很實，然後打出去真的很響，但我覺得還不錯。軌跡式的還蠻穩定的，跟天籃球其實蠻接近的。我覺得球很重，優點它穩定性是很好，飛行的軌跡比較不會亂跑，可是它這個毛跟那個球頭比一般的羽毛擊球感還要來得有重量在。就感覺接殺球會比較重一點。接殺球我覺得會更好接，因為球很慢啊。可是變成說我們就是不能像一般羽毛球用稍微輕擋一下，我們需要再用點力再去帶一下，球才可能會過。然後如果說打後場球的話，長球來講的話，我覺得蠻吃力的。長球有一點點費力，就覺得球重的。吃力。如果說一場球這樣下來，其實蠻累的。對。所以是長球比較費力，殺球比較。殺球的話也會。你會推薦這個球嗎？可以，因為來說相對來說，因為現在球目前來說普遍都算貴，如果這個球也算耐打，因為其實一場球下來，我看它的羽毛的耗損來講的話，不會說到很嚴重，至少來說一顆球至少我覺得可以打到2場。你猜猜看這種球多少錢？1000塊。哦，540。那我覺得 CP 值算很高。对。我覺得耐打，而且 CP 值很高。如果是我們家裡要打球的話，我會蠻推薦這個球，因為我覺得它的飛行穩定性很好，然後跟小朋友在打控球上其實算還不錯。剛剛我在打，我後來發現它比現在市面上很多球都還飛行還穩定，這是我最欣賞它的點。你剛剛打起來就是跟天籃的球沒有到差很多。對，只是說還沒有到很習慣，因為差不多第2次打吧，已經事隔應該打這種球，差不多事隔快要半年以上。這是二代，還沒打過，之前沒有打過，可是這個我覺得還蠻好打，可能比上一代還更真實感，更接近一點，就是還不錯了。你猜猜看這一桶球多少錢？這一桶你感覺？大概700-800吧。540。哦，這樣可以買啊，買幾桶來打可以。最後，我們邀請新探陰球 Max 和 Pro 都打過的小豬分享大概。你打完3代再打2代，就明顯的2代不好打。因為3代其實我覺得你比較像真實的那個羽球，但是2代打起來又比剛才3代又更沉重一點點。就是你如果簡單的摸或什麼，都是要再多出一點力氣，才打得出去。但其實它也是跟真實的羽毛打起來也是手感差不多，但是就是力道要再多一点點。你剛剛有听到2代的價格是540，對，這個價錢很划算，我覺得可以值得入手一下。2代價格是540，3代的價格是675。那你這樣你會推薦別人買2代還是3代？我自己還是喜歡打好打的球，所以我會推薦3代。對，100塊可以讓你體驗更好的比賽經驗。
看完以上球友們他們實際打完以後的感覺，如果是以實際的打感來講的話，1代的球它就是比較快，長球是挑球，或是在平球的时候会比较快。那我們2代在使用上的話，像平球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说，它更稳定，我们打起来会跟天然球更接近一些。然后在挑球上也会觉得，它会比較慢一點，在尾數上面。然後再換到3代再打平球或是挑球跟長球的時候呢，會覺得說球好像再更慢一些，然後在平球上它的晃動感更少，它是一個更穩定的狀態。1代的球現在價格在450到500塊之間，所以它其實飛行上很穩定，相較於同樣價位的天然球，它是一個更耐打的選擇，所以非常適合初階、中階的球友。那2代的球其實已經可以在比賽中去使用，是會適合中階的球友，它的價位大約是在500到600之間。第3代的球，其實2代跟3代，我覺得最大的差異就是在於它的耐用度跟穩定度更高，它的價位在670到750之間。那我覺得它會比這個球又更耐打，飛行又更穩定之間。這就是我們本集3顆測試球的結果。现在畫面上這張表就是我幫大家整理出來的選購指南。首先，針對中階球友，我最推薦的是新探鷹球 NCS Pro， 它的打感回饋與價格平衡的最好。不管是平常中階訓練還是系隊比賽 ，Pro 都能提供最穩定的性能。如果你在追求性能與 CP 值的最大公約數，選這款就對了。如果你是剛入門、發力還沒那麼完善的球友，我建議先從新探鷹球 NCS 入手，是目前最省錢的選擇。它讓你在打球的過程中不需要擔心球耗，能更專心的比賽，不擔心荷包。最後是對打感有極致要求，而且非常重視耐打度的球友，請直接上 Max。目前一筒的售價約675，雖然單價高一點，但對比同價位的天然羽球 ，Max 更耐操，飛行更穩。算下來，這顆球其實也不貴，還能讓你擁有最好的打感體驗。不知道大家對於探鷹球的接受度如何？你已經試過哪一款了嗎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打感，或是告訴我你挑選羽毛球最在意哪一點。如果你覺得今天的表格整理對你有幫助，別忘了幫我點個讚，並分享給你那些每次打球都打斷毛、斷到心碎的朋友。我是安東，這裡是安東羽球 ，Your Journey Begins。我們下部影片見，拜拜。